有人鱼目混珠，把赈灾的米粮全换成了泥沙，半途还推下了山，看来是有虚报损失啊。昨日出发去山西赈灾的马福龙，是王直极力推荐的人，可见这次屯并赈灾米粮一事，王直必定参与了。大人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我们大可向皇上参王直一本。凭这个印有官印的假粮袋，我们便可以参马福龙中饱私囊。但是王直，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那该怎么办？除非马福龙能够亲自指证王直，皇上才会相信。在下明白，在下这就赶去山西，把马福龙捉来见大人。到时候软硬兼施，不怕他不说出实情。可是，本方啊，山西路途遥远，让你一个人奔波涉险，本官还是不放心呐。大人大可放心，元放一心一意只想为国为民做点事，个人荣辱安危早已放下，不必为元放操心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本官也不便多劝。不过要记住，王直此人阴险狡诈，你在外面一定要格外小心啊。大人放心，元放一定好好活着，为国为民多做点事情。那我去了。哎，七巧，看看参汤好了没有？快点啊，快点，别磨蹭。哎，名贵的药材是给谁服用的？周太后吩咐煮给百成妃的。哎，周太后好像很喜欢这个百成妃啊。不是太后喜欢，是皇上喜欢。这个百成妃啊，是除了万贵妃以外，皇上第一个自己册立的妃子，对她自然比另外2名宸妃要宠爱得多啊。太后呢，当然想让她为皇上延续龙脉了，所以啊，交代好好替她调养身体。如果她真的能为皇上生下龙裔，那她会更受宠吧？怎么着？你羡慕啊？那下辈子你跟玉皇大帝说清楚，你也去做女人呢，这样你就会有机会啦。女人又怎么样？你看，不是也有跟我们一样蹲在这儿煮药的女人吗？哼，你快走快走快走！死淫贼，别让我七巧得势，不然一定有你们俩好受的。哼！百寒香，要我给你送药，小心你折寿。不知道怎么搞什么狗屎运，皇上会喜欢上你？哼！哟，真奢华呀！切，也不想想当年蹲在浣衣局洗衣服那个死相。住在这豪华的宫殿，小鬼当城隍。你在干嘛？啊，我过来送药。大胆，见了娘娘还不行礼？参见娘娘。你过来送药，为何在本宫殿内探头探脑？我见门口没人，所以张望一下。你应该让人传唤，不应该鬼鬼祟祟。参见娘娘。你刚才去了哪里？奴才刚才看见殿内有一扇窗户没关，方才进去关窗户了。让他下去吧。哎，娘娘，七巧，你拿来的东西，你叫娘娘如何放心的喝呢？拿回去吧。晚些我会跟御药房的领事太监说，以后百妃娘娘的药就不用劳烦你了。什么东西？不让我给你送药，那更好。姑姑，
这是过失册，你又榜上有名了。宋药师在百妃寝宫内探头探脑，奉百妃口谕，以后百妃所用药物，蹊跷不得沾手。你看看你，你在宫中还有什么前程？哼！姑姑，你应该知道，邵春华和百寒香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得势哪会放过我呀？就是因为你平日里树敌太多，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宫中的女子，别说你，到今时今日，姑姑我一个都不敢小看。昨天还是你的属下，今天有可能就是你的主子，你怎敢小觑呀？啊！不喜欢的也得笑面相迎，实在气不过的，在心里暗暗记下，伺机而动。你干什么呢？啊！你就会生气，你生气有什么用啊？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也弄个妃子来当的，到时候别说春华含香了，就连我这个姑姑也得给你下跪，也得给你磕头。出去，少给我惹麻烦。好，我走了。你最好也别小看我。哼！七巧，看见你来我就高兴。这是太后服药后吃的蜜饯，药房有一大堆呢，我拿过来一些给你尝尝。你不用总拿东西给我，我在宫中虽无名无分，但什么都不缺。哎呀，就一点点，没关系的。那就谢谢了。你怎么了？没精打采的。别提了，还不是受了百宸妃的气啊。她怎么对你了？我好端端的去给她送药，她不但不喝，还到御药房去告我一状，指明日后她的药碰都不让我碰，害得我被姑姑训斥了一顿。他们这样欺负你也太过分了。哎呀，你别为我生气了，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就行了。七巧，都怪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帮不了你的忙。哎呀，算了，说出来我心里也舒服多了。说点别的事吧。我这2天在想，我想重新开始练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当然好啊，你保持好状态，才能赢得皇上的欣赏啊。当不当妃子，我已经无所谓了。我就是不想整天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，没意思。哎，那你要练武，岂不是要找乐工局的人来奏乐啊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，我怕那个邵春华从中作梗。你怕他什么？说到底，你还是个淑女身份。依我看啊，除非不练，要练的话，就要找最好的乐工来给你配合。以前春华和韩香记还算不错，但现在他们不可能帮你练武了，你就去找红萼、如月，他们现在是乐工局最好的乐师。是吗？那我让海棠去找他们。可是春华那边，他要敢不派最好的乐师给你，你就到上宫局去参他一本，看他日后还敢不敢作威作福。这什么？你看我收拾海棠，就知道在后宫之内不能太谦让的，要不然就会被人欺负。也不看他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殷思月，您怎么了？怎么看起来这么生气啊？你不是跟少淑女关系好吗？是。他怎么了？你告诉他，在宫中最要紧的是要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你看，他要传乐工给他伴奏练武，指定要红萼和如月，他们是宫中最好的乐师。太后要听曲还差不多，他怎敢这么没有分寸呢？殷思月，你别气，改天我好好跟他说说。这样好了，
您就把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，好吗？那最好不过了。要我们当值后再陪少淑女练武，你不是跟她反目了吗？还要帮她？就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方便直接跟她说。她也太过分了！月宫局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偏要叫我们？你们也知道她的状况，越是不顺意，就越觉得不被尊重。你们要是拒绝了她，她会想太多的。就算帮我一个忙，你们去陪她练武，给她些信心，她才能振作起来。既然少长月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走一趟吧。谢谢。谢谢。真的请来了红花。少淑女，少淑女，你刚练完舞啊？是啊，很久没练了，挺辛苦的。不过跳完舞，全身都放松了。那就好。海棠，去沏壶茶来。是。七巧，幸亏有你帮忙，现在宫中啊，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看到你一天一天的好起来，我都替你高兴呢。谢谢你。来来来，坐下，坐下歇会儿。坏我的好事，邵春华，你等着瞧！你住手，不然杀了你！起来，跟我走。快点！是。你要干什么？走。走。马大人，放了马大人，躲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快闪开！大家饶命！你家要什么，尽管吱声，在下一定给你办妥。废话少说，给我退下！走。马福龙被铁面人劫走。长公，这铁面人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上次是救饭馆，这次又挟持正往山西赈灾的马大人，究竟所谓何事？难道他知道截留赈灾粮的事情，然后劫走马福龙，另有图谋？长公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奇怪，如果铁面人想要揭穿这件事的话，他需要的是证据，用不着那么费神费力的去抓一个朝廷命官。难道他是想要利用姓马的来指证我？马上派50名锦衣卫在进京路上守候，见到马福龙和铁面人的话，格杀勿论。是，记住，铁面人不可活，马福龙更不可活。属下明白。
马大人是吧？哎，我是王长公的人，你们不要杀我啊！给我上！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，兄弟？快！袁大哥，快点！兄弟们走，让大人跟我来！是。有几个过来！好了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看，快！走！没有，没有，这个也没，那边有人，快走！二少爷，我给袁公子抓点药去。好啊。杨勇，袁大哥，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小心伤口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从宫中回来，半路看到你昏倒在路边，所以把你背回来了。你没看见什么吗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西厂锦衣卫在到处搜捕你，还有这个。杨勇，你不会觉得我……袁大哥，你是我大哥的生死之交，我相信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得起良心的。只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如此危险的事情。说来话长了，全是酒囊饭袋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能让一个人逃掉？长公息怒，那人武功高强，因为我们必须要先杀死马福龙，才令铁面人有机可乘。长公放心，我已命人继续在附近搜捕，他身受重伤，料他也跑不了。马福龙如何？他早已在林中被我们杀掉了。总算出了一条祸根。这个铁面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要是被我揪出来的话，我肯定把他碎尸万段。这几个月来，袁大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怪不得上次在街上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如此沮丧。当初以为辞去官职，戴上铁面具，在暗中做些行侠仗义之事，便有益于家国黎民。没想到汪直却把我说成是对朝廷不利的乱党，皇上还信以为真，让汪直的西厂更加庞大。本以为
把马福龙捉来，可以在皇上面前指证他私吞赈灾米粮之事。没想到却功亏一篑。袁大哥不必泄气，以你一己之力，能让汪直寝食难安，已属不易。你好好的休息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，汪直的行径会得到揭发，皇上一定会严惩他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对了，等我的伤好了以后，我便离开，以免牵连到你们。袁大哥，我杨勇虽不及你的豪气，但我也绝非贪生怕死之徒。你尽管在这里休养，没事的。好，你这个情，元芳领受了。好好休息。我去看看钟伯买药回来没有。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好啊，这拉面啊！停！大家好，拿话出来。此人大逆不道，图谋不轨，乃朝廷重犯。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此人在附近出没？如果谁敢窝藏他，便被视作同谋。看清楚了，来看清楚了啊！看见没有？哎，见过此人吗？没有。见过吗？没见过。看清楚了啊！没有。让开，看看，看看，见过没有？清楚了啊！过来，你跟我挨家挨户的去搜，其他人留在这儿继续查。我们走。是。继续搜查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啊，二少爷，怎么了，钟伯？二少爷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看到汪直带着戏场的人在街上四处寻找袁少爷的下落，很快就会找到这儿啊。钟伯，杨勇，我不能连累你们，我该走了。等等，袁大哥，你现在出去的话，不等于自投罗网吗？钟伯，把袁大哥的面具丢到井里去，再把家里所有的酒都拿出来。哎，钟伯，袁大哥，杨勇，千万不能冒险。要是连累了你们，我有何颜面在九泉之下见令兄啊？你放心，没事的。这次也听我的。来，抹上，多倒点。再抹点。把门打开。是，长工。大哥，你不能再喝了。酒，给我酒，不能再喝了，别喝了，不能喝了啊！不能喝了，给我喝，再喝就行了。酒都再不了，别好了，给我酒，不要，不能再喝了。你干什么？差点伤了我们厂工，你不想活了？参见厂工。杨勇在宫中见过厂工，请厂工恕罪。你是宫中的人吗？杨勇是宫中的乐工。怪不得有点眼熟。不知厂工光临寒舍有何吩咐？他们是什么人？这位是我家的仆人钟伯。这个是我师兄袁放。说什么说呀？给我酒！给我酒！好了，亏你还是个读书之人，居然为了一个女子弄成这样。
还不快给长公行礼？是啊，行礼，行什么礼啊？我都不想活了，再去下来行礼！想死啊你！干什么？你打我呀？打我呀！打死我啊你！有本事你打呀！行了，长公对不起，别说。哎，长公，他真的是太失态了，赶紧把他弄进去。我不走，干什么？我没喝多。回来！我酒喝多了啊！给我酒！不要说了啊！让我喝酒！快过来！真是失礼了。这姓袁的是何许人啊？啊！师兄袁放本来是吏部的一个小官，只是因为他心爱的女人病逝，所以他才自暴自弃，整天饮酒，还请长公见谅。哎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像他这么没大志怎么行？你叫杨勇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种人少接近他为妙啊！离他远点。谢长公提点。走到别的地方送。是。恭送长公。记住，近墨者黑。哎，多悬呐！啊，谢谢你，主公。没事。哎，少爷，我去煎药了啊。怎么样了？袁大哥，他们走了，你以后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养伤了。幸亏你刚才急中生智，否则我一定会死于汪直之手。别这么说。总之以后你一定要小心。我已经失去大哥了，不想再失去你。放心吧，今天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珍惜的。长公，查到袁放的底细了吗？回长公，袁放的确是吏部官员，曾是周尚书的得力助手，数月前突然辞官，不知去向。有没有查到他之前跟那个周尚书是否在闹不和？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辞官都没人知道吗？正是。不过听说周尚书也曾为此事甚感痛心。周尚书表面上虽然与我西厂没什么瓜葛，但是他一直故意标榜清高，幸好皇上对我信任，才没有跟我正面交锋。这个袁放既然要走，应该跟他不是一伙的吧？那要不要再派人追踪此人？不用了，看来这个袁放顶多就是个多情种而已。有没有查到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人呢？回长公，暂时还没有发现。这个铁面人如果落到我手里的话，他会死得很惨。少掌乐的琴技真是不错，难怪可以升上掌乐一职，果然是实至名归。谢娘娘赞赏。本宫要赞赏的并不止这件事。据说你平息了两宫太后在奏乐之事上的纷争，请娘娘明察，那只是宫中人穿凿附会，奴婢哪有如此能耐？你为本宫与皇上多次奏乐，本宫早就知道你绝非是一般人，但想不到你的才智胆色也都有过人之处。
看来江南本宫如有疑难，也都要向你求教啊。娘娘过奖了，奴婢只是一个爱好乐曲之人，别的并无过人之处。自谦是好事，但过分自谦就会令本宫认为你虚伪造作，要不就是对本宫有所顾忌，不肯交出真心。娘娘对奴婢一向厚与厚恩，春华怎会对娘娘有所顾忌？只是怕娘娘把奴婢看得太高，他日黔驴技穷之时，奴婢会令娘娘失望的。好，本宫现在就要你做一件永不计穷之事，再为本宫弹奏一曲。奴婢遵命。刚才万贵妃话中带话，不断暗示要我替她办事，恐怕以后难有安宁之日。哎，你是谁？你知不知道宫中规矩？见了长公，哎，无所谓，小事。你就是乐公局刚升为掌乐的邵春华是吗？是，也是差一点死在西厂大牢的邵春华。有胆识。好，你先走吧。好一个有胆识的姑娘！汪直参见贵妃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汪厂公事务繁忙，怎么会突然到本宫殿里呢？其实奴才刚刚是有事向皇上禀告，特意绕道过来向娘娘请安的。真是难得啊！汪厂公竟然是个有心之人。娘娘一直对奴才有恩，汪直怎敢怠慢？对了，汪厂公近日很少在后宫走动，两宫太后用乐曲苦斗一事，不知你可有所闻呢？啊，这个乐工局的人搞得人仰马翻，损兵折将，这件事我略有所知。当中有一个人才智比得上汪厂公，我想收为己用。不知娘娘指的是哪一个？邵春华。哦，就是那个乐工局的小小乐工，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，令娘娘对他如此器重啊？任何有才能的聪明人，本宫都很看重。能够被本宫所用，当然是好事，否则就会成为本宫心头上的一根刺。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最明白。哦，明白。不过奴才担心的是，那邵春华看来年纪尚幼，到底是敌是友，还需要时间观察呀。没错，汪厂公的看法与本宫真是不谋而合，所以日后本宫会多留意这个人。能够得到贵妃娘娘的留意，真不知道那个邵春华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汪直希望他可以早日成为娘娘的心腹，为娘娘效力。那么就要看他有没有汪厂公你这般聪明。谢您的抬举。汪直告退。汪直啊汪直，为什么你会替那个女乐工担心呢？还为她说好话，不是告诉了自己不可以妇人之仁吗？
娘娘，春华，这首曲子应该由你来弹奏的。这首曲子令娘娘伤心，春华还是另弹别曲吧。可是我还是想听这首曲子，娘娘，会伤心伤身的曲子，如果可以，还是不听不奏比较好。春华今天就为娘娘弹奏些轻快点的曲子。二喜，七巧，你找我啊？可以说句话吗？可以啊。只要不会伤害到别人，我能帮你的。你知道我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你，这次绝对不会牵连到别人的。那你说，我想知道皇上近日的行踪。你想知道皇上近日的行踪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当了淑女多时，还没有被皇上看上，我想替他安排个机会。你如果嫌麻烦，那就算了。你先别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要是让皇上和万贵妃知道了，我死尸变得不够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说的，我的朋友也不会告诉别人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我只是想让他们见一面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明日用过午膳，皇上回到兰芳斋，观赏西域进贡的蝴蝶兰。这画不错。是。皇上，他以前不是万贵妃宫中的人吗？他在这儿干什么？叫他出去，不要打扰朕的雅兴。是。七巧，怎么是你啊？少淑你呢？我约他过来了，但是他还没到。我见这儿的花开得正美，就进来看了看。皇上是不是让我过去一下呀？不是让你过去，是让你走开呀！不要打扰他。他真这么说？哎呀，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假传圣旨啊！你快走开吧，皇上命你快走开。走吧！哎呀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！袁大哥，这个现在可以物归原主了。杨女，这次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袁大哥不用谢，你只要答应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我就很高兴。希望我能做到吧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为了你大哥，一定要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我会的。替我向钟伯伯道谢，珍重。袁大哥，记住，这里永远是你歇脚的地方。
二少爷，二少爷，袁公子走了。他说今日劳烦您了，让我代他好好的谢谢。哎，这照料他倒没关系，可我看他每天被人追杀，这心里头真是为他担心呐。二少爷，你也跟我回到乡下去吧。啊，这耕种也好，卖字画也行，总比留在这危机四伏、杀机重重的京城要好多了。钟伯，我暂时还不想回去。哎，我知道你还是想着给大少爷报仇，可是有些事儿啊，你就是穷尽一生之力，也不一定有结果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杨家就剩下你这么一支血脉，你就不要留在这是非之地了。我一定要让自己恢复到最好的状态。我就不相信我会输给百寒香，会输给春华。我不能再被别人看不起，我不要再过屈辱的生活。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。我们再来。好。尚淑女，你怎么了？来，哎呀，海棠，快过来帮忙！来，过去休息一下吧。很痛吧？我帮你揉一下吧。啊！哎呀！哎，红儿，你不是去陪少淑女练武了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说呢，他这几天拼命的练习，我劝他不要操之过急，他就是不听。刚才还把腰给扭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他自己说没什么，可我看他挺疼的。张太医，哎，邵掌柜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个朋友弄伤了腰，不知有没有什么药可以帮他早日康复啊？哦，我这有药酒，治疗扭伤很不错，拿去给你，让他试试。谢谢张太医。不客气，我去拿啊。够了，你的好意我心里有。我问你，你说你不爱财，那为什么我托你帮我变卖的东西，到现在还放在你的房里？还有那是你说你不爱名利，百寒香对你重礼相送，不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和他一样得到皇上宠幸？你趋炎附势，亲近百寒香而疏远我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忘了我爹娘曾经是怎么对你的。
少长院。少淑女在吗？我听说她腰受伤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。还是很痛，走路也不方便。啊，这药酒是我从张太医那里拿来的，每天早晚帮她擦在受伤的地方，应该会好得快一点。可是她都跟你吵成那样了，这药酒她不会要的。那你就别跟她说是我给她的，我只希望她早日康复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好吧。谢谢你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他来干嘛？他听说少淑女的腰受了伤，特意送来这个，要给她治腰伤。他哪来的？少淑女肯定才怪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可是他让我怎么说都行，只要少淑女的伤好了就可以了。这样吧，让我给她拿进去。那好吧，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少淑女，七巧，你来了。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听说你受了伤，我在御药房弄了瓶药酒过来，这个很有效，你涂上很快就能好起来的。幸好有你在，不然我在宫中真不知道该怎么过。别傻了，我们虽然身份有别，但我们是朋友嘛。七巧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一点点小事别放在心上啊！来，我帮你擦药，麻烦你了。来，还是一股药酒味儿。早知道就不邀这个功了。什么事儿只要沾上春华，准给我带来霉运。可那个少青姿说不会忘记我的好处。如果我要是能当上嫔妃，我才不伺候他们。二喜公公，二喜，哎呀，二喜，七巧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找我干嘛？我知道我上次在兰芳斋出现，你一定很生气，但我是无心的。那淑女她根本就没有什么淑女。哎，你的心思、你的想法我都明白。我警告过我自己，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管的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？被贵妃娘娘所弃的宫女，在后宫之中哪还有出头的日子啊？我可不想像无痕殿里面的那些白发宫女一样，老死都没有人过问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在后宫当中，如果当不了太后妃子面前的红人，就升不了女官。可要是得到皇上的青睐，也许也能有出头的一天。既然女官一途已被万贵妃斩断，那我只好出此下策了吗？哎呀，你看，你就是想接近皇上。哎，二喜，二喜，你是我在宫中唯一的好友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！你不要这样嘛！你对我的好我是知道的，但你是个小太监，我只是个小宫女，又能怎么样啊？二喜，你也不想我没有出头的那天吧？求你了，就帮我这一次。可皇上怎么会看上你呢？我自有办法吸引他的注意，你只要告诉我他的行踪就行了。二喜，就多帮我一次。我真的不想默默无名的老死在无痕殿里。好吧，这是最后一次啊。
儿媳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哎，对了，那这个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谢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。好可怜的花儿啊！哎呀，好可怜啊！好可怜。这人是谁呀？谁知道？这是个贱妇，有病吧？就是，你看他，这哭什么？好可怜呐！行了。皇上，您慢点儿。好，儿媳啊，那些贡品啊，抓紧给两宫太后和各个妃嫔放去。啊，好的，皇上。如此哦，是的。哎呀，七巧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儿媳，你。不会吧？七巧真的这么做？为什么呀？我也是听皇上身边的福贵说的，他三番四次的在皇上跟前出现，要不是有心的，哪可能那么巧？那皇上什么反应啊？皇上啊，连正眼都没看的，他在皇上面前晃来晃去，搔首弄姿的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连皇上身边的太监啊，都削弯了腰呢。七巧的脸皮可真够厚的，是够厚的啊！林司正，你们两个很闲是吗？要不要到无痕殿当值3个月？奴婢知道正息怒，还不快去做事！是。把七巧给我叫来。是。林司正，七巧来了。去打盆水来。是。姑姑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姑姑？你做事之前可否想过我？我这张老脸是要找地方搁的。什么事啊？又有人到司政处去参我一本了？参你一本算是好的，
做事可要用脑子。现在你在外面出丑，成了笑柄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笑柄啊？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做过什么你不知道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在皇上跟前晃来晃去？你为什么要在皇上面前搔首弄姿？我是说过，你要真有本事就争个妃子来做，可那要有分寸，别丢人现眼。现在全宫里的人都在看你的笑话，我是你姑姑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他们竟然在背后这么说我！林思正，水来了，出去吧。是。你想当妃子？如果你房里的镜子出了问题，你就每天早晨打一盆水，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脸，你有没有这个福分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在宫中闹出什么笑话，你可别怪我这个姑姑对你无情无义。我早晚会把你放到无痕殿或者浣衣局去。给我滚出去！是。春华，月宫局最近有没有听说七巧去诱惑皇上的事情啊？听说了，他也真够可怜的。现在宫中所有的人都在笑话他。七巧啊，他是活该的。我们一同进宫之时啊，他仗着是林思正的侄女儿，我们这些小宫女哪个没受过他的气？其实啊，在宫中，就算没有后台，没有权势，只要脚踏实地的做事，还是会有人赏识的。你说的对，你跟夏荷都没有靠山，可如今你当了掌月，夏荷当了掌医，而只有他却被派到御药房里熬汤煎药。其实做什么不重要，只是他处处要比别人强，比别人高，才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。我看啊，还是娘娘最幸运，得到皇上的宠爱。七巧最羡慕、最嫉妒的就是娘娘您了，是吗？夏荷，我看着茶水没了，再麻烦你帮我们沏一壶吧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，谢谢啊。娘娘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怎么好好伺候皇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一想到他，我心里就隐隐作痛。你呢？你想到他会不会也这样？娘娘，我虽然不是妃子，但也不是平民女子。那种可以跟自己的爱人长相厮守、幸福一生的事情，我是没有办法得到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想比较好。当日我们一起考进月宫局的时候，我以为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在宫中过一生。可是，哪知道……别想这些了，来，咱们俩合奏一曲。你还记不记得以前你在浣衣局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考试，天天对着乐器，心中只有乐曲，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。来，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那个时候吧。好，那就让我们重温那段快乐的日子吧。
哎，奇怪，人呢？少淑女，是你，那么容易就猜到了。哎呀，你的手这么滑滑的，皮肤又细腻，自然不是海棠啦。哎，你的腰好啦，你怎么走出来啦？多亏了你的药酒，不然还不知道要躺到什么时候呢。管用就好啦。我在想，明天我要继续练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好就好啊。待会儿我让海棠去月宫局要人。七巧，这段时间你一直照顾我，等我好了以后，我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。只要你有好日子过，我就开心，还说什么谢呀？对了，那我去叫海棠要人去了。嗯。哎，海棠啊，少掌月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该不会是少淑女有什么事情吧？不是，少淑女啊，又想练武，命月宫局派红萼去伴奏呢。这个，我尽量安排吧。对了，她的腰好一点没有？全好了。那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方上仪，周太后宣邵春华进宫，请公公回禀太后，稍后春华便到。好。方上仪，周太后要我进宫。你小心一点，上次那件事，说不定早就传到太后耳中了。我会的，你放心吧。快去吧。春华参见太后。罢了，邵春华。邵春华，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升为邵掌月，这好像是前无古人吧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得到提升，可想你的琴技一定有过人之处吧？这都是方上仪殷思悦的赏识，春华愧不敢当。那么究竟是实至名归呢，还是靠别的长处得到的这个位置？哀家一听就知道了。刚好各房嫔妃都在，你就为我们弹奏一曲吧。是太后。够了！太后息怒，请太后指正。难道这就是月宫局最好的琵琶手吗？开玩笑！你要知道，弹琴讲究的是专注，还有就是心境。邵掌月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聪明过人？你就是心里面想的事情太多了，以至于哀家听不出你的琴声里有什么诚意。你看看，本来各房嫔妃想欢聚一堂，听听你的琴声，这雅兴全让你给扫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太后息怒。哎呀，走，快走！
春华，方上仪，刚才在周太后宫中受委屈了吧？没什么。我们虽身为乐宫，但在宫中仍然是奴婢。无论你官职多高，际遇如何，遇上主子心中有气，我们被责骂是平常之事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我知道。近日你还是留在这里做些编排的事，或者是去乐谱房编曲，除非是后妃点名传召，一般的演出暂时不用你去代理，免得周太后又借题发挥，令你受罪。谢谢方上仪关照。过去把少长月叫来。是。少长月，贵妃娘娘有请。请。娘娘，少长月带到。奴婢邵春华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本宫听说你昨日无故受了一顿责骂，所以特地召见你来安慰几句。谢娘娘关心，是奴婢的琴艺不精，日后定当多加练习。论琴技曲艺，你在宫中无人能及。不过吃亏的是，你不懂得找大树依靠，那样就会有人为你遮风挡雨。皇宫后院已是最坚固的地方，奴婢有幸在此伺候所有宫中贵人，不必受风吹雨打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你既然满足于现状，本宫也不便多说。但你记住，遇到有困难的时候，本宫的大门会为你敞开着。谢娘娘。娘娘，春华到了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是娘娘。春华，昨日在太后宫中，我未能帮你解围，你别见怪。哪会啊？当时的形势，谁敢开口啊？可是周太后有意找你茬儿，你日后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怎么小心也没有用。如果太后狠下心来，别说是当众责骂，就算太后要杀了我，也没有人可以救我。以后啊，出谋献策的事情啊，你一定要少做。难道你要我眼睁睁的看着，因为两宫太后的明争暗斗，让乐工们平白无故的挨打受责，而我却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角落，当作没看到吗？就算知道周太后会不高兴，会找机会责难于我，我还是要想办法化解这些事情。我知道你是处处为人着想，但是你这样做总有一天会害了你自己的，你日后一定要处处小心啊。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不过要我假装看不到这些不平之事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。放心吧。对了，韩香，我怕周太后知道你跟我走得太近，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。我想最近我们还是少见面为妙，免得影响你在宫中的地位。我不怕，避开是非总没坏处。喝杯茶。
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不是唐代石大娘的五弦琵琶谱吗？嗯，我在整个乐谱房都没有找到过此书。这本乐谱原来跟其他的古籍放在一块儿，近日被人发现，才拿到乐谱房来。怪不得，我一直都没有见过。杨月宫如果想看的话，你就先拿去吧。不用了吧？这是少掌柜先找到的，你先看。我这还有许多的乐曲书籍，这一本你先拿去看。那谢谢了。我先告辞了。夕阳里送你，雨落影，年年芳草萋萋。暗香聚，何苦相遇？咫尺近，恨无只言片语。遇见你，天意，更楼古面枕上，听梧桐夜雨，心相依，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春风沉醉，睡不沾愁眉。梦里有一梦醒，谁来相依偎？相思一夜，心变千江水。天若有情天要作珍终不悔。遇见你，我听说你受伤了，天就去外面的药铺给你买了点药。更我知道你现在的伤口差不多了，这药也没什么用，但是还是需收下。风露笑里，月如水，水落梅花去。春风沉醉，睡不沾愁眉。梦里有一梦醒，谁来相依偎？相思一夜，心变千江水。天若有情天要作珍终不悔。来，皇上已穿戴整齐，可以上朝了。有劳爱妃了。只要皇上愿意，臣妾每天都可以这样伺候皇上。即便是爱妃愿意，朕也舍不得你做宫女之事啊。朕上朝了，你休息吧。恭送皇上。好。
娘娘，您已多日没约百宸妃见面，今日要传召她来宫中相聚吗？本宫当初接近她，也只是权宜之计。现在皇上已召见其他妃嫔，但依然对本宫最为留恋。本宫怎可能再花时间去应付一个小丫头？最初奴婢也为娘娘担心，那百宸妃毕竟是皇上亲自册立的妃子，但时间一久，皇上对她与对和妃、刘妃没什么分别。皇上身边虽然各个妃嫔都青春貌美，但依然比不上本宫与皇上多年的感情。哎呀，现在本宫最担心的是，自从上次皇儿夭折之后，本宫到现在都未能有喜。如果被其他妃嫔抢先诞下皇儿，太子之位就会被他人所得，本宫真是不甘心呐。娘娘福泽绵长，一定能再生龙子，他日继承大统。如果真能这样，本宫也就别无所求。乃妃，你看，那条鱼游得多快呀！是啊，哎，还有，那条鱼的颜色真漂亮。和妃今天兴致真高。是啊，难得出来御园走走，多好啊！以后啊，我们两个要多多结伴同游，不然在宫中迟早会给我闷死的。哎，和妃，别乱说话。我知道，在这宫中啊，规矩太多了。知道你跟我一样，也没想跟人争个什么，我才安心跟你多走近的。不说其他的，光是见面那些称呼都已经够烦人了，哪及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我的，来得亲近些呢？说的也是，我们过桥走走吧。好。你看那边好漂亮。是啊。哎，和妃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突然觉得头晕。最近啊，经常会是这样。要不你先回宫去，找太医给你看看。那也好，可这样百妃会扫你的兴吗？怎么会呢？我们改天再相约游园。也好，那我先回宫了。敢问娘娘，除了有点晕眩之外，可有其他病症啊？好像没有。对了，前2天早上起来有点恶心，但是过了一阵子，好像也没什么了。哦，娘娘，那有没有月训迟迟未至的现象？太医，本宫难道有身孕了吗？本宫的月训已经10天未至。啊，娘娘，请问您的月训是否一向准时？那也不是，本宫的月训一向都不太准时，所以也没想过是否有孕之事。啊，回娘娘，暂时还没有喜脉啊，等过个10天8天才能确定。那本宫现在应该如何调理呢？娘娘不必担心，只要多休息，别吃生冷之物啊。过了几天，下官再来看事。那好，有劳太医了。啊，应该的。回贵妃娘娘，何宸妃已经有了喜脉。胡太医，你说什么？下官说何宸妃已经有了喜脉。你说什么？啊？哦，对，
何晨飞一向阅讯不准，我估计这一次也是这个问题。既然如此，胡太医，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了。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。下官告退。娘娘，百妃娘娘来了。真的，快快请她进来。是。何妃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太医说我月训至爱，给我开了药方，吃了3天后，月训是重来了，可如今却浑身乏力。你别太担心了，只要好好休息几天呢，你就可以恢复了。希望如此吧，谢谢你过来探望。别客气。想不到前几天还跟你同游豫园，现在连下个床都难了。你别太难过了，小病是福，等你多休息几天啊，病全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去兰芳斋赏花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说定了。回娘娘，何晨飞的月训已重来。胡太医的医术果然高明。